我和豪门千金铃木婉是和平分手，她跟失而复得的初恋破镜重圆，而我作为替身，含泪收下5000万的分手费，安静退场。本是互相体面，可为什么分手后，他却突然冲过来说要杀了我？天地良心，不就是相个亲，找了个新对象吗？沈周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伴随着一声尖锐的怒吼，包厢的门被一脚踹开。铃木婉踩着高跟鞋冲了进来，她随手抓起桌上的红酒瓶，狠狠砸在地上，玻璃碴四处飞溅，暗红色的酒液溅湿了我对面相亲女孩的裙摆。女孩尖叫一声，吓得脸色惨白。林小姐，你疯了吗？我皱起眉头，我疯了。我看是你疯了。铃木婉冲到我面前，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她的双眼因为愤怒而充血。我才离开几天，你就敢背着我出来相亲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平静地看着她。分手？我同意了吗？她咬牙切齿地盯着我。我给你5000万，是让你拿去当零花钱，乖乖在家里等我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拿我的钱出来找别的女人？我用力掰开她的手。林木婉，那5000万是你给我的分手费。你说季罢休回来了，你要给他一个名分，我拿钱走人，给你腾位置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互相体面吗？体面个屁！他猛地一拍桌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提体面？你不过就是我养的一条狗，就算我不要你了，你也只能在原地给我趴着。相亲女孩吓得浑身发抖，抓起包就往外跑。站住！铃木婉冷喝一声，门外的保镖立刻拦住了女孩的去路。林木婉，你别太过分，让她走。我站起身，心疼了。铃木婉冷笑一声，她走到女孩面前，上下打量了一番。就这种货色也配跟我比？你是不是眼瞎了？找这么个穷酸女人来恶心我？林小姐，请你放尊重一点。女孩快哭了，啪！铃木婉抬手就是一巴掌，狠狠甩在女孩脸上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顶嘴？林木婉，我彻底怒了，一把将女孩拉到身后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季罢休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。他脸色苍白，眼眶通红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婉婉，你别生气，都是我不好。他拉住铃木婉的胳膊，声音带着哭腔：我不该回来的，如果不是我回来，沈哥也不会有危机感，更不会跑出来相亲。你千万别怪他，要怪就怪我吧。铃木婉反手握住季罢休的手，眼神瞬间变得温柔。罢休，这不关你的事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才会被这种白眼狼欺负。他转头看向我，眼神再次变得冰冷刺骨。沈周，你看看罢休，再看看你自己，你连他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我冷冷地看着这对狗男女。既然他这么好，你还跑来找我干什么？滚回去，跟他双宿双飞呀！你以为我想来找你？铃木婉死死盯着我。你相亲的消息都传到我圈子里去了，所有人都知道我铃木婉养的狗，转头就去找了别的，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压下心头的怒火。相亲是我自己的事，与你无关。那5000万我已经收了，我们两清。让我的相亲对象走，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两清？你想得美！铃木婉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，立刻冻结沈周名下的所有银行卡，特别是那张存了5000万的卡，1分钱都不许他动。挂断电话，他得意地看着我。沈周，你现在身无分文了，我倒要看看，没有了我的钱，你拿什么去养别的女人？我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陷入掌心。林木婉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就欺负你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他走上前，伸手拍了拍我的脸颊。你妹妹的医药费下个月就要交了吧？没有了这5000万，她就只能等死了。我瞳孔猛地一缩。你敢动她试试？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铃木婉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，她指着包厢的门。现在立刻跟我滚回去，否则明天我就让人拔了你妹妹的管子。季罢休在一旁轻轻拉了拉她的衣角。婉婉，这样是不是太残忍了？沈哥也是一时糊涂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罢休，你别管，这种贱骨头就是欠收拾。铃木婉冷哼一声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不屑。沈周，我只给你3秒钟的时间考虑。1、2，我闭上眼睛，掩去眼底的杀意。好，我跟你走。保镖上前一左一右架住了我的胳膊，我没有反抗，任由他们把我拖出餐厅。相亲女孩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地看着这一幕，我连一句抱歉都来不及说，就被塞进了铃木婉的加长林肯里。车厢内气压极低，铃木婉坐在我对面，手里端着一杯香槟。季罢休像只温顺的猫一样靠在她的肩膀上。沈周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？铃木婉摇晃着酒杯，语气里满是嘲弄。拿了我的钱，就该有做替身的觉悟。我还没让你滚，你就敢给自己找下家？你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抢手货了？我转头看向窗外，一言不发。哑巴了，刚才顶嘴的时候不是挺能说的吗？
他用高跟鞋的鞋尖踢了踢我的小腿。说话。你想听什么？我转过头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听我求饶，还是听我向你表忠心？林木婉，你既然这么喜欢季罢萧，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？林木婉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放过你？你想得倒美！你这张脸长得有几分像罢萧，这是你唯一的价值。现在罢萧回来了，你原本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，但我林木婉的东西，就算我扔了，也轮不到别人来捡。季罢萧适时地叹了口气。沈哥，你就别惹婉婉生气了。婉婉脾气直，但她心里还是有你的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婉婉肯定不会亏待你妹妹的。他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，却句句都在往我心上扎刀子。我冷笑一声：季罢萧，你装什么好人？当年你嫌贫爱富，卷了林家的钱跑路，现在看林木婉成了掌权人，又跑回来装深情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啪！一杯冰冷的香槟直接泼在了我的脸上。林木婉愤怒地瞪着我：沈周，你给我闭嘴！罢萧当年是有苦衷的，你凭什么污蔑他？你再敢说他一句坏话，我要你的命！季罢萧眼眶瞬间红了，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。婉婉，别打了，沈哥说的对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回来的，我这就走，我再也不出现在你们面前了。他说着就要去拉车门，林木婉急忙抱住他，心疼地帮他擦眼泪。罢萧，你别走，该走的是这个贱人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他给你赔罪的。车子很快驶入了林家的半山别墅，我被保镖粗暴地推下了车，踉跄了几步才站稳。林木婉牵着季罢萧的手，像个女王一样走在前面。把他关进地下室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给他饭吃。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，两个保镖立刻将我扭送到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。铁门砰的一声关上，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。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铁门外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，门锁被打开，一束刺眼的光线照了进来。季罢萧端着一杯热茶，慢悠悠地走了进来。他脸上早没了之前的楚楚可怜，取而代之的是毫不掩饰的得意。沈哥，地下室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他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冷冷地盯着他。我来给你送茶。他轻笑一声，突然手腕一翻，滚烫的茶水直接泼在了他自己的手背上。啊！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手中的茶杯摔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地下室的门被猛地推开，林木婉带着几个佣人冲了进来。罢萧，怎么了？他一眼就看到了季罢萧红肿的手背，顿时尖叫起来。婉婉，我好心给沈哥送茶，他不仅不喝，还把茶水泼在我手上。季罢萧靠在林木婉怀里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是不是还在怪我抢走了你？林木婉猛地转过头，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一样盯着我。沈周，你找死！他冲过来，扬起手就朝我脸上扇去。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。林木婉，你长没长脑子？茶是他自己倒的，也是他自己泼的，你瞎了吗？你还敢狡辩？林木婉用力挣脱我的手，反手又是一巴掌，清脆的巴掌声在地下室里回荡。我偏过头，嘴角尝到了一丝血腥味。给我打！林木婉指着我，歇斯底里地吼道：“打到他肯向罢萧磕头认错为止。”几个保镖一拥而上，拳头如雨点般落在我的身上。我蜷缩在地上，死死护住头部，一声不吭。林木婉站在一旁，冷眼看着这一切。沈周，这就是你忤逆我的下场。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动我的人？季罢萧拉了拉他的袖子，假装不忍地转过头。婉婉，算了吧，再打下去会出人命的。他毕竟跟了你3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就是太心软了。林木婉心疼地摸了摸他的脸，他挥了挥手，示意保镖停下。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擦去嘴角的血迹，胸口传来一阵剧痛，估计肋骨断了2根。林木婉，你今天最好打死我！我抬起头，死死盯着他，否则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连本带利的还回来。林木婉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。还回来？就凭你一个靠我施舍才能活下去的废物，拿什么跟我斗？他走到我面前，一脚踩在我的手背上，高跟鞋的鞋跟狠狠碾压着我的骨节。我咬紧牙关，硬是没有发出一声惨叫。明天晚上是我和罢萧的订婚宴。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语气里满是恶意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待在林家，那明天就来给我们端盘子吧。我猛地抬起头，你休想！由不得你。林木婉冷笑一声，你妹妹的呼吸机每个月需要10万块的维护费，只要你敢说个不字，我立刻让人去医院停了她的药。我浑身一震，眼里的怒火几乎要将他烧穿。林木婉，你简直是个畜生！随你怎么骂。他不以为意地耸了耸肩。记住，明天晚上8点，
穿上服务生的衣服，别给我丢人。说完，他挽着季罢萧的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地下室。铁门再次被锁上，我在黑暗中靠着墙壁滑坐下来，双手抱住头。妹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3年前，她遭遇车祸成了植物人，肇事司机逃逸。为了高昂的医药费，我不得不签下了那份屈辱的替身协议。我以为只要忍耐3年，等拿到5000万就能带妹妹出国治疗，却没想到林木婉根本没打算放过我。第二天晚上，林家别墅灯火通明，我穿着不合身的服务生制服，端着摆满香槟的托盘，穿梭在衣香鬓影的宾客中，胸口的伤还隐隐作痛，每走一步都像是在针尖上跳舞。林木婉穿着一身华丽的高定礼服，挽着西装革履的季罢萧，站在大厅中央接受众人的祝福。哎呀，这不是沈周吗？一个尖锐的女声在身后响起，我转过头看到了林木婉的闺蜜赵雅，她端着酒杯上下打量着我，眼里满是鄙夷。怎么穿成这样了？我还以为你早就被扫地出门了呢。周围的宾客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。赵小姐，请让一让。我压低声音说道。让什么让？赵雅冷哼一声。你一个端盘子的下人，也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？她突然手腕一翻，杯里的红酒直接泼在了我的脸上。冰冷的液体顺着我的脸颊流进脖子里，显得狼狈不堪。大厅里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看向了这边，窃窃私语。林木婉和季罢萧也走了过来。怎么回事？林木婉皱着眉头问道。婉婉，你家这个下人太不懂规矩了。赵雅恶人先告状。我好心跟他打招呼，他居然敢瞪我。林木婉冷冷地看了我一眼。沈周，你是不是又皮痒了？立刻给雅雅道歉。我抹了一把脸上的红酒，目光平静地看着她。我没有做错任何事，凭什么道歉？你还敢顶嘴？林木婉扬起手，眼看又要一巴掌扇下来，季罢萧连忙拉住她。婉婉，今天是我们订婚的日子，别为了这种人生气。他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阴狠。沈哥，你赶紧道个歉吧，别让大家看笑话了。就在这时，季罢萧突然惊呼一声：“我的戒指呢？”他摸着自己的口袋，脸色大变。婉婉，你送我的那枚订婚戒指不见了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那枚戒指价值1000万，是林木婉特意从国外拍卖行拍回来的。怎么会不见了？你刚才不是还放在口袋里吗？林木婉急了。我不知道啊，刚才只有沈哥靠近过我。季罢萧猛地指向我。沈哥，是不是你拿了我的戒指？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在我的身上，鄙夷嘲讽、看好戏的眼神交织在一起，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。我冷冷地看着季罢萧那张做作的脸。我没拿。你胡说！赵雅立刻跳了出来。刚才就你离罢萧最近，不是你偷的，还能是谁？沈周，你穷疯了吧？连罢萧的订婚戒指都敢偷？林木婉的脸色阴沉的可怕，她大步走到我面前，死死盯着我的眼睛。沈周，把戒指交出来！我说了，我没拿。我毫不退缩地迎上她的目光。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林木婉冷笑一声，转头对保镖命令道：“给我搜他的身。”2个保镖立刻上前，粗暴地按住我的肩膀，开始在我身上翻找。我没有挣扎，任由他们像对待犯人一样搜查，因为我知道挣扎只会换来更多的屈辱。几秒钟后，一个保镖从我的西装口袋里摸出了一个天鹅绒的小盒子，盒子打开，一枚璀璨的钻石戒指静静地躺在里面。全场一片哗然，真的是他偷的！天哪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当替身捞不到钱就开始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，林小姐怎么养了这么个白眼狼？季罢萧看到戒指立刻捂住嘴，眼眶又红了。沈哥，你要是缺钱，可以跟我说，你为什么要偷婉婉送给我的戒指？这可是我们爱情的见证啊！他这番话更是将我推向了风口浪尖。林木婉气得浑身发抖，他一把抓起那个盒子，狠狠砸在我的脸上。沈周，你真是让我恶心透顶！我林家缺你吃还是缺你穿了？你居然下贱到去偷东西！小盒子砸在我的额头上，划出一道血痕。我看着滚落在地上的戒指，突然笑出了声。你笑什么？林木婉被我的笑声激怒了。我笑你愚蠢。我抬起头，目光冰冷地看着他。季罢萧刚才根本就没有靠近过我，这戒指是怎么跑到我口袋里的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你敢说罢萧陷害你？林木婉扬起手，啪的一声，狠狠甩了我一个耳光。罢萧是什么样的人？我比你清楚，他连一只蚂蚁都不忍心踩死，怎么可能陷害你？沈周，你不仅手脚不干净，还满嘴谎言。他指着大厅的地板，声音尖锐的刺耳。现在立刻跪下给罢萧磕头认错，否则
我马上让人去医院拔了你妹妹的呼吸机。又是这招，他总是能精准的捏住我的软肋，逼我就范。我看着周围那些幸灾乐祸的脸孔，看着季罢萧眼底掩饰不住的得意，再看看林木婉那张曾经让我觉得惊艳，现在却只觉得面目可憎的脸，我心底最后的一丝期待彻底熄灭了。3年了，我为了报答当年林老爷子对我的恩情，甘愿隐姓埋名，留在林木婉身边做个替身。我以为只要我退让，他总有一天会明白我的苦心，但我错了。有些人骨子里就是烂的。林木婉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威胁我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屈辱，只有看死人一般的冷漠。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拨通了那个我5年都没有打过的号码。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通了。喂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威严的男声。大哥，我淡淡的开口，我玩够了，接我回家吧。大厅里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似乎没反应过来我在干什么。林木婉最先回过神来，她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，放肆的大笑起来。沈周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大哥，你哪来的大哥？你那个在工地上搬砖的死鬼老爹吗？你以为随便打个电话装神弄鬼就能逃避惩罚了？他猛地收敛了笑容，眼神狠厉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跪下，否则你妹妹今晚就得死。我收起手机，冷冷地看着他。林木婉，你很快就会知道到底是谁该跪下。死鸭子嘴硬。林木婉被我眼底的冷意刺痛了，恼羞成怒。保镖，把他给我按在地上，今天他不磕头就打断他的腿。几个身材魁梧的保镖立刻围了上来。季罢萧站在林木婉身后，嘴角勾起一抹阴毒的笑意。沈哥，你就服个软吧，何必自讨苦吃呢？就在保镖的手即将碰到我的那一刻，砰！别墅沉重的大门被一股巨力从外面猛地踹开，巨大的声响震得大厅里的水晶吊灯都晃了晃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纷纷转头看去。只见2排穿着黑色西装、戴着墨镜的保镖鱼贯而入，迅速分列2旁。这阵仗比林家的安保不知道高出了多少个档次。紧接着，一男一女在保镖的簇拥下，大步走进了大厅。男人身材挺拔，面容冷峻，眉眼间与我有几分相似，浑身散发着久居上位的威严，正是京圈顶级财阀沈家的现任家主，我大哥沈婷。走在他身边的女人，一袭张扬的红色长裙，容貌绝美，眼神却凌厉如刀。那是京圈江家的大小姐江之意，也是我指腹为婚的未婚妻。大厅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慑住。林木婉皱起眉头，上前一步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敢擅闯我林家的订婚宴？”江之意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径直走到我面前。他看着我额头上的血迹和脸上的巴掌印，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谁打的？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股让人胆寒的压迫感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转头看向林木婉。江之意转过身，踩着高跟鞋一步步走到林木婉面前。是你打的？是我打的又怎么样？林木婉虽然有些心虚，但还是强撑着面子。他偷了罢萧的戒指，我教训我自己的狗，轮得到你来多管闲事？狗！江之意冷笑一声，下一秒，啪！一个极其响亮的耳光狠狠甩在了林木婉的脸上。这一巴掌力道极大，直接把林木婉打得摔倒在地，嘴角溢出了鲜血。全场倒吸一口凉气。婉婉！季罢萧尖叫一声，连忙扑过去扶起林木婉。你这个疯女人，你凭什么打人？保安！保安呢？把他们赶出去！林木婉捂着肿胀的脸颊，难以置信地瞪着江之意。你敢打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。江之意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像在看一堆垃圾。连我江之意的男人都敢动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你的男人？林木婉愣住了，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江之意，突然大笑起来。沈周，你可真有本事，刚被我甩了，转头就傍上了一个富婆。怎么，这女的是你从哪个会所里找来的群演，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？大哥沈婷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，他走到我身边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阿周，这就是你为了报恩委屈了自己3年的女人，简直愚不可及。我苦笑了一声，大哥，是我眼瞎。大哥，林木婉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他似乎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。江之意冷冷地扫视了一圈大厅里的宾客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京圈沈氏集团的2少爷，也是我江之意的未婚夫沈周。此话一出，整个大厅仿佛被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，所有人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。沈氏集团，那个掌控着全国经济命脉的沈家，沈周居然是沈家的2少爷，这怎么可能？天哪，林家这是踢到铁板了啊！林木婉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死死盯着我，嘴唇微微颤抖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明明只是个为了钱连尊严都不要的穷光蛋，你妹妹还在医院里靠我的钱续命。我看着她崩溃的样子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林木婉，我妹妹的医药费3年前我就已经交够了10年的，我留在你身边，只是因为你爷爷当年救过我一命。
我答应他要保你3年平安。现在3年期满，你我也该两清了。我转头看向大哥，哥，我们走吧。等等，季罢萧突然站了起来，他显然还没有认清形势，依然试图用那套绿茶把戏来挽回局面。沈哥，就算你是沈家少爷，你也不能偷我的戒指啊！你快把戒指还给我！大哥沈婷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聒噪！他身后的保镖立刻上前，一脚踹在季罢萧的膝盖上。季罢萧惨叫一声，重重地跪在了地上。我们沈家的少爷会稀罕你那种破烂玩意儿？大哥冷哼一声，带着我大步走出了林家别墅。江之意走在最后，他回头看了林木婉一眼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。林小姐，准备好迎接沈家的怒火吧。回到沈家庄园，我洗了个澡，换上了干净的衣服，额头上的伤口已经被私人医生处理过了。坐在宽敞的书房里，我看着窗外的夜色，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。这3年的憋屈和隐忍，终于在今晚画上了句号。大哥坐在书桌后，翻看着手里的文件。林家的底细我已经查清楚了。他头也不抬地说道：这些年，林木婉仗着林老爷子留下的底子，行事嚣张跋扈，得罪了不少人。林氏集团的资金链本来就很紧张，只要我稍微动点手脚，他们撑不过1个月。全凭大哥做主。我淡淡的回答。另一边，林家别墅订婚宴因为这场闹剧不欢而散，宾客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匆匆离去。林木婉坐在空荡荡的大厅里，头发凌乱，脸颊红肿，像个疯子。季罢萧跪在他身边，小心翼翼地帮他冰敷。婉婉，你别生气了，那个沈周肯定是在骗人，他怎么可能是沈家的2少爷？他要是真有那么厉害的背景，怎么可能甘心在你身边当3年的替身？季罢萧的话像是一根救命稻草，让林木婉死死抓住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他猛地站起身，眼神里重新燃起了疯狂。他一定是在演戏。那个叫江之意的女人，肯定是他花钱雇来的。他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我，让我难堪。我林木婉绝对不会被他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吓倒。他立刻掏出手机，拨通了公司财务总监的电话。马上给我查一下沈氏集团的动向，还有，立刻冻结沈周那张5000万的银行卡，1分钱都不许他取出来。电话那头传来财务总监颤抖的声音：林总，不好了，我们公司在海外的几个大项目刚刚突然全部被叫停了，而且银行那边也收紧了对我们的贷款额度，我们的资金链断了。林木婉的手机吧嗒一声掉在地上，她双腿一软瘫坐在沙发上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季罢萧也慌了。婉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滚开！林木婉一把推开他，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客厅里乱转。不可能的，沈周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？我不信，我要亲自去问他。第2天上午，沈氏集团总部大楼，我穿着一身高定西装，在10几名高管的簇拥下，走出了总裁专属电梯。刚走到大堂，就听到一阵吵闹声。让我进去，我要见沈周。林木婉被几个保安死死拦在门外，毫无形象的大喊大叫。他看到了我，眼睛一亮，拼命的朝我挥手。沈周，你给我出来！我停下脚步，冷冷的看着他。保安见状，立刻加大了力气，将他往外推。放开我！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是林氏集团的总裁。林木婉挣扎着，高跟鞋都掉了一只。我挥了挥手，示意保安放开他。林木婉立刻冲到我面前，气喘吁吁地瞪着我。沈周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卑鄙手段，搞垮了我的公司？我看着他这副狼狈的样子，只觉得可笑。林木婉，你到现在还觉得我是在跟你玩过家家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如果不是看在林老爷子的面子上，林氏集团早在3年前就该破产了。你胡说！林木婉尖叫道：我爷爷怎么可能需要你这个穷光蛋来救？你明明就是为了钱才留在我身边的。我摇了摇头，连跟他解释的欲望都没有。随你怎么想，不过我提醒你一句，林氏集团的破产只是个开始，你欠我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跟你算清楚。说完，我转身准备离开，林木婉突然扑上来，死死抓住我的胳膊。沈周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可是你的女人。你忘了我们在一起的这3年了吗？我嫌恶地甩开他的手。林木婉，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这3年碰过我一根手指头吗？你每次看着我的时候，想的都是季罢萧那个废物。现在他回来了，你不是应该高兴吗？跑来找我干什么？林木婉被我对得哑口无言。就在这时，江之意踩着高跟鞋从门外走了进来，他走到我身边，自然地挽住我的胳膊。阿周，跟这种垃圾废什么话？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林木婉。林小姐，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准备破产清算吧，再晚一点，
你可能连买机票逃跑的钱都没有了。林木婉死死盯着江之意，挽着我的手，眼底闪过一丝疯狂的嫉妒。江之意，你别得意得太早，沈周他根本不爱你，他只是为了报复我才跟你在一起的。江之意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。林木婉，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？阿周爱不爱我，轮不到你来操心。倒是你，为了一个满嘴谎言的绿茶男，把林家100年的基业毁于一旦。你九泉之下的爷爷要是知道了，估计能气得活过来。你闭嘴，不许你侮辱罢萧！林木婉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尖叫起来。罢萧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，当年我被绑架，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，他在黑暗里陪了我3天3夜，还为了我挡了一刀。沈周算个什么东西？他不过是个卑劣的替身。听到这话，我忍不住冷笑出声。你笑什么？林木婉愤怒地瞪着我。江之意叹了口气，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了一份厚厚的文件袋。林木婉，我真是替你感到悲哀，被人当猴耍了这么多年，还把仇人当恩人供着。他将文件袋狠狠地砸在林木婉的脸上。自己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清楚，当年救你的人到底是谁？文件袋散落一地，里面的照片和资料露了出来。林木婉愣了一下，蹲下身捡起一张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满身是血的少年，正背着一个昏迷的女孩艰难地在泥泞的山路上跋涉。少年的侧脸虽然沾满了泥污，但依然能清晰地辨认出那是我。而那个昏迷的女孩正是林木婉。这是什么？林木婉的手开始发抖，她疯狂地翻看着地上的资料，里面有当年的报警记录、医院的抢救记录，甚至还有绑匪的供词。每一份证据都清清楚楚地指明，当年在废弃工厂里陪了他3天3夜，最后拼死将他救出来的人是沈周，而不是季罢萧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林木婉拼命地摇头，脸色苍白如纸。罢萧明明有我当年留给救命恩人的玉佩，他怎么可能是骗我的？我冷冷地看着他。那块玉佩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，当年我为了救你受了重伤，昏迷不醒，季罢萧趁机偷走了我的玉佩，冒充了你的救命恩人。我醒来后，林老爷子查明了真相，他觉得愧对于我，才逼着你跟我签了那份协议。他希望我能留在你身边，保护你，引导你。可惜你不仅眼瞎，心也是瞎的。林木婉如遭雷击，整个人瘫坐在地上。她呆呆地看着手里的照片，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纸面上。所以，当年在黑暗里一直握着我的手，告诉我不要怕的人，是你。那个为了给我挡道，后背留下1条半米长疤痕的人，也是你。我没有回答他，因为现在的回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林木婉，真相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以后别再来恶心我。我拉着江之意的手，转身走进了大厦，身后传来林木婉撕心裂肺的哭喊声。沈周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解释。保安无情地将他拖了出去。林木婉像疯了一样冲回林家别墅。季罢萧正坐在沙发上，悠闲地喝着红酒，盘算着怎么从林家再捞一笔钱。砰！大门被猛地推开，林木婉双眼通红地冲了进来，手里紧紧攥着那些资料。婉婉，你回来了。沈周那个废物怎么说？季罢萧连忙迎上去，习惯性地露出那副绿茶的嘴脸。啪！林木婉狠狠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，这一巴掌用尽了全力，直接把季罢萧打得嘴角流血。婉婉，你打我干什么？季罢萧捂着脸，满脸委屈。我打你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林木婉将手里的资料狠狠砸在他脸上。季罢萧，你这个骗子，你偷了沈周的玉佩，冒充我的救命恩人，你把我当傻子一样耍了这么多年。季罢萧看到地上的资料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他知道自己彻底暴露了，但他还是试图狡辩。婉婉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些都是沈周伪造的，他在骗你啊！闭嘴！林木婉声嘶力竭地吼道：“滚！滚！你给我滚出林家！”季罢萧的伪装彻底被撕碎了。他见事情败露，也不再装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林木婉，你神气什么？他冷笑一声，擦去嘴角的血迹。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林家大小姐吗？林氏集团马上就要破产了，你现在就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。要不是看在你还有点利用价值的份上，你以为我愿意回来伺候你这个脾气暴躁的疯女人？林木婉瞪大了眼睛，仿佛第一次认识眼前这个男人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个蠢货！季罢萧恶毒地骂道。沈周那么好的一张底牌，硬生生被你作没了。现在你什么都没了，还指望我留下来陪你喝西北风吗？说完，季罢萧转身跑上楼，胡乱收拾了几件值钱的东西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林家。林木婉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她引以为傲的家世，她深信不疑的爱情，全都是假的。而那个真正在黑暗中护着她、爱着她的人，却被她亲手推向了深渊。悔恨像毒蛇一样啃噬着她的心脏。沈周，对不起，沈周。他喃喃自语着，
跌跌撞撞地跑出别墅，冲进了瓢泼大雨中。当晚，沈家庄园外，大雨倾盆而下，狂风呼啸。林木婉浑身湿透，跪在沈家那扇雕花铁门外。她单薄的身躯在风雨中瑟瑟发抖，脸色苍白得像个女鬼。沈周，求求你见我一面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她用力拍打着铁门，声音在雨夜中显得格外凄厉。保安撑着伞站在门内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她。林小姐，您还是请回吧，二少爷休息了。我不走，他不出来我就不走。林木婉固执地跪在地上，任由雨水冲刷着她引以为傲的尊严。2楼的书房里，我站在落地窗前，冷漠地俯视着大门外的那个身影。江之意端着一杯热牛奶走到我身边，他已经在下面跪了2个小时了，要去见见吗？我接过牛奶喝了一口，见一面吧，有些话总要说清楚。我拿起一把黑色的雨伞，走出了别墅。沉重的铁门缓缓打开，林木婉看到我，眼睛里猛地迸发出惊喜的光芒。她连滚带爬地扑过来，死死抱住我的腿。沈周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，对不起，以前都是我眼瞎，是我被季罢萧那个畜生骗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。她仰起头，满脸都是雨水和泪水，卑微到了极点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眼神没有一丝温度。林木婉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为什么不可能？他急切地解释，你当年愿意为了我连命都不要，你心里一定还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可以给你当替身，我可以给你端盘子，只要你别不要我。我轻轻拨开他的手，往后退了一步。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林木婉，当年那个愿意为你豁出性命的沈周，已经在你的地下室里被你亲手打死了。林木婉浑身一震，绝望地看着我。不是这样的。下个月，我和知意就要订婚了。我平静地抛出了最后一计。如果你还有点自尊，就别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我不介意让林家消失得更彻底一点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回庄园，铁门在我身后重重地关上。沈周，林木婉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，彻底昏死在雨地里。几天后，林氏集团正式宣告破产。林木婉的父亲因为承受不住打击，突发脑溢血住进了 ICU。曾经不可一世的林家彻底倒台了，而那个卷款潜逃的季罢萧也没有落得好下场。他刚逃到国外，就被我大哥安排的人盯上了。他带走的那些钱被洗劫一空，人也被卖到了东南亚的黑煤窑里，这辈子都别想重见天日。至于林木婉，他变卖了所有的首饰和名牌包，才勉强凑够了他父亲的医药费。她从那个高高在上的千金大小姐，变成了一个为了几百块钱都要跟人低声下气的普通人。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转眼到了下个月，我和江之意的订婚宴在京城最顶级的酒店举行，现场布置的奢华而浪漫，政商两界的顶尖人物悉数到场。我穿着纯白色的高定西装，站在聚光灯下，看着江之意挽着他父亲的手臂，缓缓向我走来。她今天美得不可方物。就在司仪准备宣布我们订婚的时候，宴会厅的大门突然被人撞开了。一个衣衫褴褛、形容枯槁的女人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，保安立刻上前想要拦住她。放开我，我是来找沈周的。女人疯狂地挣扎着，声音嘶哑难听，全场的宾客都皱起了眉头，纷纷避让。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林木婉。她穿着我们初识时她最爱穿的那条白裙子，只是裙子已经洗得发黄，破旧不堪。她的头发凌乱地披散在肩上，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眼窝深陷，看起来像老了10岁。沈周，她挣脱了保安，踉跄着走到台前。沈周，你不能跟他订婚。他仰起头看着我，眼里满是哀求。我爸爸死了，医院停了药，他昨天晚上死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只有你了。他一边哭一边试图去拉我的手。你跟我走好不好？我们回到以前那种日子，我再也不发脾气了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看着他这副疯癫的模样，我心里没有一丝怜悯。林木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冷冷地看着他。你爸爸的死是你自己作出来的，与我何干？你今天跑到我的订婚宴上来闹事，是嫌自己还不够丢人吗？我没有闹事。他拼命地摇头。我只是太爱你了，沈周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？江之意冷笑一声，走上前挡在我面前。林木婉，你那叫爱吗？你那叫自私，叫占有欲作祟。你从来没有把阿周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，你只把他当成你挥之即来的狗。现在你落魄了，又想回头来找他摇尾乞怜，你配吗？江之意的话像一把把尖刀，狠狠地刺进林木婉的心脏。你闭嘴，你这个贱人！林木婉突然像发了疯一样，张牙舞爪地朝江之意扑了过去。都是你，是你抢走了我的沈周，我要杀了你！我眼疾手快，一把将江之意拉到身后，同时抬起一脚，狠狠踹在林木婉的肚子上。
林木婉惨叫一声，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飞了出去，重重的摔在地上。把他给我扔出去！我厉声喝道，几个保安立刻冲上前，像拖死狗一样架起林木婉。沈舟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救过你的命啊，你忘了吗？林木婉在保安的拖拽下，依然死死盯着我，发出绝望的嘶吼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林木婉，你搞错了，当年是我救了你，不是你救了我。我欠你们林家的恩情，这3年我已经还得干干净净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恩断义绝。如果你再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保证，你会比现在惨10000倍。林木婉的瞳孔骤然放大，她看着我决绝的眼神，终于意识到她是真的永远失去我了。她突然停止了挣扎，像个破布娃娃一样任由保安拖着，嘴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笑。哈哈哈！恩断义绝，沈舟，你真狠啊！大门重重的关上，将他的笑声隔绝在外。订婚宴恢复了平静，我转过身牵起江之意的手。抱歉，让你受惊了。江之意微微一笑，反握住我的手。没关系，垃圾清理干净了，我们才能重新开始。司仪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在所有人的祝福声中，我为江之意戴上了订婚戒指。几个月后，京城的冬天来得很早，大雪纷飞。我坐在沈氏集团总裁办公室里，翻看着手里的报表。大哥退居幕后，将集团的重担正式交给了我。江之意推开门走了进来，手里端着2杯热咖啡。先休息一下吧，沈总。他笑着将咖啡递给我，我揉了揉眉心，接过咖啡喝了一口。今天外面的雪挺大。江之意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。是啊，听说城南那边的老城区都要拆迁了。他突然转过头看着我。对了，你猜我今天早上来公司的路上看到了谁？谁？我随口问道。林木婉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握着咖啡杯的手微微一顿。他在哪儿？在城南的一个垃圾回收站附近。江之意叹了口气，他好像彻底疯了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在大雪天里跟一群流浪汉抢一个发霉的馒头，嘴里还一直念叨着你的名字，说你要接他回家。我沉默了片刻，将咖啡杯放在桌上。是吗？我的语气平静的没有任何起伏。对于林木婉的下场，我既不觉得大快人心，也不觉得同情。她种下了什么因就结了什么果，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。怎么心软了？江之意挑了挑眉，似笑非笑的看着我。我走过去将她拥入怀中。你想多了，我的心里很小，只能装得下你一个人。江之意靠在我的胸口，满意的笑了。这还差不多。过了几天，我让助理去了一趟城南，不是为了去看林木婉，而是去处理那家曾经属于林家的孤儿院的拆迁事宜。助理回来后向我汇报了情况。沈总，孤儿院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，不过我顺便打听了一下林木婉的消息。说吧。我头也不抬地批阅着文件。他前天晚上在街头冻僵了，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，后来被送去了精神病院，医生说他精神已经彻底崩溃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恢复了。知道了。我淡淡的应了一声。以后关于他的事情，不用再向我汇报了。好的，沈总。助理恭敬地退了出去。我放下手里的钢笔，走到落地窗前。窗外的雪已经停了，阳光穿透云层，洒在这座繁华的城市上。3年的替身生涯，仿佛一场荒诞的梦。我在梦里受尽了屈辱和折磨，但也因此看清了人性的丑恶。林木婉的骄傲、偏执和自私，最终将她自己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而我在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和尊严的践踏后，终于迎来了新生。晚上我驱车回到了沈家庄园，江之意穿着围裙，正在厨房里忙碌着。听到开门声，她探出头来，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。回来了，快去洗手，马上就可以吃饭了。我走过去，从背后抱住她，将下巴搁在她的肩膀上。好香啊，做了什么好吃的？都是你爱吃的。她转过头，在我侧脸上亲了一下。我看着她明媚的笑脸，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安宁。过去的阴霾已经彻底散去，没有了高高在上的林木婉，没有了绿茶做作的季罢潇，只有我和江之意，还有我们即将共同面对的未来。之意，我轻声唤道。下个月我们结婚吧。江之意愣了一下，眼眶微微泛红。他放下手里的锅铲，转过身，紧紧抱住我。好，窗外的夜空绽放出绚丽的烟花，照亮了整个城市。我紧紧拥抱着我的爱人，彻底告别了过去。